基诺斯被饿狼杀害，奇遇他终于怒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异军重生版211话剧情是越来越劲爆了。如果是上一话饿狼获得神明的加持，能复制奇遇拳法，是意料之外的重磅炸弹，那这一话就是意料之中的重磅炸弹了。因为一直以玩闹心态的奇遇，他终于生气了，并且这一话还展现了 S 级最强的男人爆破和饿狼的对决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赶紧一起来看看这一话究竟讲了些什么吧。饿狼用伽马射线炮将奇遇淹没后，以绝对之恶的身份站在了所有人面前。就在此刻，瓦格玛和童弟突然开始流鼻血，下一秒就双双倒在地上。僵尸男和赛金加尔赶紧上前来查看情况，发现两人都晕了过去。僵尸男甚至看到童弟的头发都在脱落。饿狼正在一步步靠近众人，挡在最前面的邦古能清晰地感受到饿狼的体内有着恐怖的邪气，果然是被控制了吗？邦古支撑着身子站起了身，冲着饿狼喊道：“把饿狼还回来！”说话间嘴里也溢出了血。不是说了，这是出自我个人的意志吗？就在两人交谈间，次元空间的爆破突然赶了回来，邦古和饿狼都愣住了。饿狼问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“我是爆破，详情等会儿再解释。你被神明的指尖触碰到了。”爆破的话显然出乎两人的意料，都不知什么是所谓神明。爆破没有急着解释，而是对饿狼说道：“你可能是受自己的神通力影响，没注意到。此刻的你，无论在地表使用什么招式，都会威胁到生物生存，那和你的目的是一致的吗？”饿狼的脸上看不出表情变化，回应道：“就算是这样，你又能怎样呢？”话音一落，就见爆破手里出现了小型黑洞，表示既然饿狼都明白事态的严重性，那他就把饿狼先带到其他次元去。说着，他让饿狼看一看周围。面对他释放的宇宙射线，没有人类能承受得住。单单是饿狼站在这里，都会导致所有人死掉。当然，除了拥有抗性的爆破。通过对饿狼的观察，爆破很快就意识到饿狼还保存着部分人格，看来神明没有将力量完全赋予饿狼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也造成了如此凶狠的变异。要是饿狼老是跟他去其他次元还好，如果不来的话，那这场掌握宇宙真理者之间的较量就必须得分出个胜负了。刚想的事儿，就见饿狼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，表示那神通力还挺不错的嘛，所到之处散布死气，真是符合他恐怖像真的形象呢。饿狼的话一出，爆破已经知道此战恐怕是避免不了了。一旁的邦古也替饿狼感到失望。饿狼接着说道：“在他绝对恶的恐怖影响下，人类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变数呢？他还得好好欣赏一番。他饿狼正是那不祥的未来，灾害当街，神不会让你如愿。”邦古颤抖着身躯再次站了出来。一旁的爆破还在提醒邦古，靠近饿狼的话他会死的。但邦古仍然没有半步退缩，冲饿狼说道：“想要做那种事，就先杀了我再说。”看着老头子的模样，饿狼没有开口，而是在心里告诉自己，绝对恶是不需要其他人理解的。鼻涕熊只要待在他身边就会遭遇不幸，所以以后他不会再和鼻涕熊见面。至于老头子，就在这里做个了断吧。战场不远处，趁乱溜走的眼子突然也开始流血不止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但还没到晕厥的程度。这时他突然瞅见不远处有一个晕倒的小孩，头发掉了一小撮，正是鼻涕熊。回到另一边，邦古刚准备以命相搏时，一道流光突然窜了过去，直接撞在饿狼身上，正是只剩半截身子的杰诺斯。邦古和爆破刚看见来人，就见杰诺斯喊道：“他也是拥有抗性的英雄。”话音一落，就被饿狼抓着头发嘲讽道：“魔鬼改造人，气色不错嘛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秃子收了你做弟子吗？难怪呢。”就在此刻，爆破双手一碰，早已准备好的次元炮射了出去。饿狼有所察觉，在攻击打中前跳了起来，还吐槽着这种强制传送可真是不讲武德。下一秒就撞在头顶的光环里，被传送到了爆破眼前，一记重力拳结实地抡在饿狼脸上。还没完呢，被抡飞的饿狼眼前又出现个黑洞，半边身子刚进去，就从另一个传送门传了出来。爆破的拳头早已等候多时，刚从黑洞里冒出来的饿狼又被打进了洞里。就这样来来回回打了不知道多少拳，直到两扇门的距离连饿狼的全貌都看不清时，爆破才双手一合，两扇门碰撞到一块儿，下一秒就消失不见了。可爆破手都还没放下，就传来了次元波动。在他目瞪口呆下，饿狼竟然自个儿开门传了回来。不仅如此，还一左一右握着黑白光球，喃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爆破是看傻眼了，两人交手才几个回合，饿狼竟然就学会了他的招式，并且在这基础上强化了他的核裂变，每一拳都是重力拳。爆破反应也不慢，精准无误的将饿狼所有拳头都吞没在传送门里，看似接下了饿狼所有拳头，实际时间那些攻击都传送到了天上。但饿狼的拳头还在不停地抡进黑洞里，终于在某一刻，黑洞越来越小，最终强制性的关闭了。一声闷响将两人弹飞了出去。爆破有些急了，传送口承受的能量负荷太高，被强制关闭了。看着死气沉沉的海面，再这么下去，地球就要变成死星了。考虑要不要先把这些晕倒的人传送到那边去。饿狼突然说道 ：“S 级第一位果然是有些实力，但现在的他同样如此。”说到这儿，饿狼突然拎起了地上的杰诺斯，他知道那个秃子还没有使出全力，只要复制了那个家伙的真正力量，就能超越他。所以，为了让奇遇使出真正实力，
天空中下起了血色雨点。回头看过去时，他口中的秃子已经站在身后，并不知是雨水还是血水淋在头上。其余那玩闹的神情已经消失不见，直愣愣地盯着饿狼。你来迟了。抱抱显然认出了奇遇，让他不要过来。一旁的邦古已经不知何时倒在了地上。那给你。被饿狼扔来的是杰诺斯残破的核心，而此刻的杰诺斯已经成了这副模样。杰诺斯想起在过去杰诺斯称赞他徒步就能赶到现场，不愧是英雄，但其实他也经常赶不上呢。此刻看着手里的核心，再看看躺在周围奄奄一息的众人，他真的具备英雄该有的意识吗？没有吧。奇遇握紧了拳头，眼神变得冷冽起来，他是真的生气了。必杀认真系列，认真殴打。面对黑着脸挥来拳头的奇遇，饿狼的脸再次变换，开启了奇遇模式。下一刻，和奇遇一模一样的认真殴打迎了上去。感受到这恐怖的能量波动，爆破人都傻了。照这样子下去，地球怕是得碎掉了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一拳重置版211话的全部内容了。杰诺斯惨遭献祭，这下子奇遇可不仅仅是认真那么简单了。面对发怒的奇遇，饿狼的下场如何？下一话我们就知道了。不过杰诺斯的核心没有彻底破坏，应该就还能抢救，毕竟只是打架而已，弄死人就不好了。饿狼绝对恶执行到这里，看上去逼格拉满，但我想应该也不会真的有人死掉，不然饿狼的结局就不会是叫鱼的就能收场的了。另外，这句话也展现出了 S 级最强之人爆破的战斗模式，和饿狼打的是有来有回的。自身和饿狼同样是掌握宇宙真理之人，但怎么看都是在衬托饿狼的强大，和我心目中的爆破多少有些出入。但不管怎样，日常期待村内老师更精彩的发挥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